这个女人和家里的假千金同时被绑架，绑匪让家人2选1。你猜怎么着？她的亲生父母、3个哥哥，甚至未婚夫，全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救那个冒牌货。眼前的凯瑟琳是布朗家族流落在外18年的真千金，可此刻被绑在柱子上的她，听着电话那头家人的选择，心彻底凉了。哥哥们吼着让绑匪放了假千金乔琳，对她的死活不闻不问。她最后的希望是那个她爱了3年的未婚夫德克兰，可这个男人连一个眼神都欠奉，冷冰冰地吐出2个字：选乔琳。凯瑟琳笑了，笑得绝望。她曾经为了救这个男人，自己都差点没命，换来的却是如此冷血的背叛。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，绑匪居然说这一切都是假千金乔琳花500万策划的，目的就是要毁了她。就在这帮人准备动手时，仓库大门突然被踹开，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，10几个黑衣保镖冲了进来。为首的男人气场全开，他就是这座城市最有权势的男人利亚姆·沃伦。绑匪们吓得屁滚尿流，利亚姆只用一个眼神，手下人就心领神会，仓库里瞬间惨叫连连。利亚姆救下凯瑟琳，而凯瑟琳也敏锐地发现，这个权势滔天的男人已经中毒1个多月。他当即表示自己能治，并划破他的手指，放出毒血以示诚意。2人就此达成协议，在毒素彻底清除前，凯瑟琳将作为他的私人医生，寸步不离。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算账。凯瑟琳回到布朗家，只见那一家子正围着受了惊吓的乔琳嘘寒问暖。他二话不说，冲上去揪住乔琳的头发就是1巴掌，全家人瞬间炸了锅，哥哥们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疯了。凯瑟琳冷笑着掏出手机，播放了绑匪的录音。铁证如山，乔琳的脸瞬间惨白，可她故技重施，哭哭啼啼的开始道歉。而布朗一家竟然还劝凯瑟琳大度一点，让她算了。好家伙，这家人是真没救了。凯瑟琳直接摊牌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既然你们都选他，那我走。就在他走出大门的那一刻，一辆顶级迈巴赫稳稳停在他面前。利亚姆的司机恭敬地为他打开车门，在哥哥震惊的目光中，凯瑟琳头也不回地上了车。住进利亚姆的庄园，房间比他在布朗家的大1倍。利亚姆更是直接甩给他一张无限黑卡，让他随便刷。讽刺的是，一个外人给他的都比亲人多。晚上，凯瑟琳打开电脑，无视了家人发来的那些虚伪信息，统一回复滚，然后全部拉黑。接着，他熟练地输入一串隐秘网址，屏幕上出现一个血色骷髅头，欢迎他暗网传奇黑客寂灭的回归。第2天，凯瑟琳就拿着黑卡去市中心扫货，冤家路窄，他在奢侈品店里碰上了乔琳和他的跟屁虫。那帮人还以为凯瑟琳是被赶出家门的落魄千金，对他冷嘲热讽。结果下一秒，凯瑟琳直接让店员把他看上的所有东西包起来，然后潇洒地刷了那张无限黑卡。他甚至抢了乔琳刚看上的新款，并当众点破乔琳每个月只有可怜的10万零花钱，气得对方浑身发抖。周末的慈善晚宴才是真正的高潮。凯瑟琳身穿酒红色晚礼服，挽着利亚姆的手臂惊艳亮相，瞬间成为全场焦点。布朗一家和他的前未婚夫德克兰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他们怎么也想不通，几天不见，这个被他们抛弃的女儿，怎么就和全城最尊贵的男人走到了一起？哥哥和前未婚夫上来质问，利亚姆只是将凯瑟琳往怀里一带，用一句他跟我一起，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。拍卖会上，乔琳看上了一条项链，哥哥正准备拍下，岂料利亚姆直接加价到5000万，拍下项链，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亲手为凯瑟琳戴上。乔琳的脸比调色盘还精彩。晚宴的角落，乔琳不死心，又想上演碰瓷的戏码，故意撞到凯瑟琳身上，把果汁洒在自己身上，装作被欺负的样子。德克兰果然上当，立刻指责凯瑟琳。凯瑟琳这次连解释都懒得解释，直接端起一杯红酒，对着乔琳的脸就泼了过去，冷冷地说：“这才是我干的，我只为我做过的事负责。”全场寂静。利亚姆适时出现，轻飘飘的一句“这里有监控”，就让乔琳和布朗家彻底沦为笑柄。凯瑟琳挽着利亚姆，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扬长而去。这一次，她胸中升起的不再是委屈，而是前所未有的爽快。她终于明白，对付这帮人，退让和隐忍只会换来变本加厉，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，才能把曾经受过的屈辱加倍奉还。